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没人敢说第一，它就是《红楼梦》。很多人一听就头疼，说人物太多，关系太乱。但其实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本书只讲了一件事。醒来，曹雪芹花了10年，字字泣血，就想告诉你，所有的繁华都是一场大梦，所有的执着，最后都不过白茫茫一片。第一部分，我们从天上讲起，不理解这个神话，你就读不懂林黛玉为什么总哭，也读不懂贾宝玉为什么那么痴。话说西方临河岸边长着一株绛珠仙草，眼看就要干死了，正好有个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它，这株草才活了下来。后来修炼成一个女子，这就是林黛玉的前身。而神瑛侍者动了凡心，想下凡走一遭，这就是贾宝玉的前身。那株仙草说了一句整本书里最决绝的话，它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就偿还得过了。大家听听，就这3个字，还眼泪定了林黛玉一辈子的基调。她不是来享福的，也不是来争富贵的，他是来还债的。眼泪流干了，债就还清了，缘分也就尽了。这个神话给整部现实主义悲剧蒙上一层宿命感，也告诉所有人，人和人的相遇看起来是偶然，其实早就注定好了。第二部分，神话讲完，镜头转向人间的贾府。曹雪芹特别聪明，没有直接写大门多气派，而是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在酒桌上把贾府的底细全抖出来。这叫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他不只是介绍人物关系，更像一份体检报告。冷子兴说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贾府外面架子没倒，里面家底早就空了。更要命的是，安享富贵的人一大堆，真正能干事会谋划的一个都没有。而且一代不如一代，贾府分2房，宁国府和荣国府。宁国府当家的是贾珍，这一房乱得没法说。书里都说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荣国府才是主舞台。第1代荣国公死后，最高掌权人是贾母，他有2个儿子，老大贾赦是个老色鬼，老二贾政是个儒家老学究，也是贾宝玉的父亲。贾政有3个孩子，大女儿贾元春进宫当了贵妃，是整个贾府最大的靠山。2儿子夭折了，3儿子就是贤育而生的贾宝玉。最高权力在一个老太太手里，具体管事的是儿媳妇这一辈，这就引出了第1个女主角林黛玉。第3部分，林黛玉进贾府。曹雪芹像顶级摄影师，用黛玉的眼睛带着我们逛遍贾府。她那年才6、7岁，母亲去世，父亲顾不上她，只好送到外祖母家。黛玉什么性格？书里写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为什么？因为寄人篱下。他出身书香门第，但在豪门面前敏感又自尊。进了荣国府，先拜见贾母，祖孙俩抱头痛哭，
接着听见后院一阵笑声，一个声音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走出来，打扮得彩绣辉煌，像神仙妃子，这就是王熙凤。她一上来就夸黛玉长得标致，说不像外孙女，倒像嫡亲的孙女。一句话既夸了黛玉，又捧了贾母，还安抚了在座的迎春、探春、惜春。紧接着她又突然哭起来，说想起黛玉刚去世的母亲。贾母笑着骂她，她立马转悲为喜。这一哭一笑之间，王熙凤精明强干，八面玲珑的性格就立住了。她是荣国府的实际管家，手里握着财政和人事大权。大家记住这个女人，她是《红楼梦》里最世俗、最有生命力也最狠辣的角色。见过一圈人之后，最重要的时刻来了，贾宝玉回家了。林黛玉心里嘀咕，这个贤育而生的表哥不知道是什么混世魔王。结果抬头一看，一个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少年。两个人对视的那一瞬间，黛玉心里咯噔一下，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宝玉直接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他胡说，他又说：“虽然未曾见过，然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各位，这就是木石前盟在现实中的回响。这哪里是第一次见面，明明是久别重逢。紧接着宝玉问了2个问题，直接引发第一次冲突。第一个问题，妹妹可曾读书？黛玉谦虚说只上了1年学。第二个问题，妹妹可有玉？黛玉说没有。宝玉一听，当场把通灵宝玉摘下来，狠狠摔在地上，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为什么摔玉？”他说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现在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根本不是好东西。在那个年代，玉代表天命、富贵、继承权，但贾宝玉厌恶这些，他觉得玉是枷锁，让他没法跟那些清净洁白的女儿们平等相处。这一摔把黛玉吓坏了，但也让她感动了。她看到了这个表哥身上那种离经叛道却又赤诚天真的东西。这天晚上，黛玉第一次为宝玉流泪，这就是她还债的开始。就在宝黛两小无猜、日久生情的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薛宝钗。她是王夫人的外甥女，薛家大小姐。她进京本来要待选入宫，后来住进了贾府。如果说林黛玉是灵性的代表，那薛宝钗就是理性的化身。书里形容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她不像黛玉那么敏感多疑，特别会做人。贾府上下都喜欢她。最关键的是，薛宝钗有一把金锁，上面刻着不离不弃。芳龄永记8个字，是一个和尚给的，说必须找个有玉的人才能配，而贾宝玉的玉上正好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2句话刚好是一对。这就构成了《红楼梦》最核心的矛盾：木石前盟 vs 金玉良缘。一个是灵魂伴侣，前世有约，但天天吵架流泪；一个是现世良配，门当户对，还有金玉吉兆。这就像我们现在选对象，
你是选那个让你灵魂震颤但也让你痛苦的人，还是选那个稳重得体能把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的人？贾府的长辈们显然倾向于后者。在这个阶段，贾府还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贾母高坐明堂，王熙凤掌管大权，宝黛两小无猜，宝钗温柔敦厚，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但水面下暗流已经在涌动。宁国府的混乱初露端倪，宝玉对功名利禄的厌恶已经淋漓尽致，黛玉那还债的宿命已经开始运转。接下来，贾府将迎来一件天大的事，会把贾家的荣耀推向顶峰，也会为这群少男少女创造一个脱离世俗的伊甸园呐，就是大观园的修建。第4部分，大观园的由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元妃省亲，贾元春被封为贵妃，皇帝恩准她回家探亲。为了迎接这位贵妃娘娘，贾府斥巨资把2个园子扩建，改造成天上人间般的大观园。大家记住这个时刻，这是贾府权势和富贵的最高峰。为了短短几个小时的省亲，贾府几乎掏空了家底。有红学家推测，他们还挪用了林黛玉带进贾府的巨额家产。省亲那一夜极尽奢华，但背后有一个特别悲凉的细节。元妃见到贾母和王夫人3个人抱头痛哭，元春说了一句大实话：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她把皇宫称为不得见人的去处，说明这皇恩浩荡是用女儿的自由和青春换来的。省亲结束后，元春下了一道谕旨，让宝玉和姐妹们搬进园子住。这道圣旨把宝玉从他父亲贾政身边特赦了出来，也把女孩们从封建礼教的繁文词节中特赦了出来。于是人类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儿国诞生了。黛玉住了潇湘馆，那里有千百竿翠竹，暗示她的高洁和爱哭斑竹一支千滴泪。宝钗住了怡芜院，那里像雪洞一样干净冷清，暗示她的无情和克制。宝玉住了怡红院，那是红尘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搬进大观园后，宝黛感情迅速升温，迎来了2个标志性事件：共读西厢和黛玉葬花。3月桃花开的时候，宝玉偷偷带了一本《西厢记》到沁芳闸边看，那是禁书，讲张生和崔莺莺私定终身的故事。黛玉来了，也要看。2个人肩并肩坐在花树下，读到落红成阵，读到花落水流红。宝玉情不自禁引用书里的词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表白，甚至有点调戏的意味。黛玉一开始假装生气，但心里其实是受用的，这是他们爱情的精神觉醒。他们不再只是表兄妹，而是想打破礼教，追求自由的灵魂伴侣。紧接着就是那个绝美的名场面，黛玉葬花。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因为多愁善感，其实根本不是。那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行为。那天落花满地，别人觉得扫进水里流走就干净了，但黛玉说不行，水里也脏，把花糟蹋了，不如装在绢袋里，埋在土里，日久化土才干净，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陷渠沟。大家细品这句诗，
林黛玉葬的哪里是花，她葬的是美，是生命，也是她自己。她预感到在这个污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最终都会被毁灭。她宁愿在最美的时候死去消失，也不愿在这里苟延残喘。这是一个青春期少女对生命最极致的洁癖，也是一种最高贵的尊严。就在黛玉葬花的同时，大观园的另一边，薛宝钗正在扑蝶。黛玉在哭在葬花是静态的、悲剧的，宝钗在笑在追蝴蝶是动态的、生机勃勃的。很多人误解薛宝钗，说她有心机，但曹雪芹对她其实很公允。她博学多才，懂医理，懂绘画，甚至懂禅机。她之所以显得冷，是因为她活得太明白，也太压抑了。她吃一种药叫冷香丸，药方特别刁钻，要春夏秋冬4种白花的花蕊，再配上雨水、露水、霜水、雪水，埋在地下发酵。这哪里是药，这是隐喻。4种花都是高洁之花，4种水都是无根之水，还要埋在地下，象征着宝钗必须把她原本热烈聪明的天性，用冰冷严苛的礼教死死压制下去。她是一个被封建道德完美规训的女性样本。她劝宝玉读书，劝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每次一说这个，宝玉就翻脸，甚至抬腿就走。有一次史湘云也劝宝玉去会会那些为官做宰的人，宝玉直接说，林妹妹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若她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句话恰好被窗外的黛玉听见，她感动得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把仕途经济视为唯一正途的世界里，只有黛玉懂她，懂她不想做国贼路鬼，想做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木石前盟能战胜金玉良缘的核心逻辑，不是因为外貌，不是因为家世，而是因为三观。大观园里不仅有爱情，还有才情。这群少男少女闲着没事成立了海棠诗社，他们吃螃蟹、赏菊花、烤鹿肉、作诗联句。这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雅趣的巅峰，更通过诗歌刻画出了每个人的性格。林黛玉的诗风流别致，灵气逼人，每次都拿第一，但字里行间总是带着凄凉。比如偷来梨蕊3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薛宝钗的诗含蓄浑厚，格局宏大。比如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你看这志向，它是有青云之志的。可惜生错了时代，是个女儿身。还有史湘云这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喝醉了酒，就醉卧在芍药花丛中，花瓣落了一身。这一幕，湘云醉卧和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并称为红楼3大美景。在这个阶段，大观园是完美的，没有长辈的唠叨，没有世俗的算计，只有诗酒花茶和纯洁的友谊。这是曹雪芹心中的乌托邦。在这个青春乌托邦里，曹雪芹还安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闯入者——刘姥姥。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是全书最欢乐的章节。一个乡下老太太闯进了顶级豪门的私家花园。贾母为了找乐子，带着刘姥姥游遍大观园，这里有2层意思。第一层是喜剧，王熙凤和鸳鸯故意捉弄刘姥姥，
让他吃饭时说实话。那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引得全场大笑。那一刻，贾府上下的快乐达到了顶点。但第二层是悲凉的对比。刘姥姥看着大观园的奢华，每一句话都在算账。她说这顿螃蟹够我们庄户人过1年了。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透过刘姥姥的醉眼，赤裸裸地摆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刘姥姥就像一面镜子，她被嘲笑，但她有贾府人没有的生命力和韧性。她为了生存可以扮丑，可以忍受屈辱。而大观园里的这些少爷小姐们像玻璃一样精致，却也像玻璃一样易碎。刘姥姥临走时给王熙凤的女儿乔姐起了名字，还带走一堆旧衣物。谁能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当贾府大厦倾覆时，正是这个被取笑的乡下老太太救了乔姐的命。到这里，大观园的故事正讲到最盛处。宝玉和黛玉心意相通，诗社活动如火如荼，贾府的富贵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但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发现，阴影正在悄悄逼近。大观园里发现了一个绣着春宫图的香囊傻大姐拾得的绣春囊。宁国府的混乱开始向大观园渗透，家族内部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王熙凤哪怕生病了，也要强撑着李家。盛极必衰是天道。大观园这个清纯乌托邦，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在阳光下五光十色，但只要轻轻一戳就会破碎。第5部分，大观园的崩溃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开始的。傻大姐在园里捡到了绣春囊，那是一个绣着赤裸男女图画的香袋。在当时，这是绝对的禁忌品，是淫秽的象征。它不出现在别的地方，偏偏出现在号称最纯洁的大观园里，就像一颗核弹，瞬间引爆了贾府高层的恐慌。王夫人看到这个东西，气得浑身发抖。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王熙凤劈头盖脸地质问她。王熙凤吓得跪在地上，哭着说：“这绝不是她的东西。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是性的闯入。大观园原本是建立在无性纯洁基础上的女儿国。绣春囊的出现意味着外界污浊的欲望已经渗透进来了。王夫人为了维护所谓的清白，决定发起一场惨烈的大清洗。这就是《红楼梦》里极其惊心动魄的一章超简大观园。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王熙凤带着一帮凶神恶煞的婆子，打着灯笼，像鬼子进村一样闯进了一个个姑娘的闺房。这场超检把大观园的美好撕得粉碎。到了林黛玉的潇湘馆，黛玉本来就身体不好，看着他们翻箱倒柜，只是默默忍受。粗鲁的婆子翻弄着她的诗稿和旧物，这是对一个文人尊严的极大践踏。到了薛宝钗的国务院，王熙凤为了避嫌没有抄，但宝钗多聪明啊，第二天一大早就主动搬出了大观园。她的离开标志着这个乌托邦开始正式解体了。最精彩也最震撼的一幕发生在探春的秋爽斋。探春是贾政的庶出女儿，人称玫瑰花，又红又香又扎手。当婆子们闯进来时，探春不仅把门打开，还秉烛以待。她说了整部书中最有政治远见的一段话：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大家听听，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探春这双眼睛看透了贾府衰败的本质，不是皇帝要抄你，不是政敌要害你，是你们自己内部在互相倾轧，互相算计，自己把自己作死了。在这场闹剧中，一个叫王善保家的婆子不知好歹，还要去拉扯探春的衣服搜身。探春大怒，啪的一个耳光狠狠扇了过去。这一巴掌打得痛快淋漓，这是大观园最后的尊严，也是在这个腐朽的制度下一个清醒者绝望的反抗。抄检大观园的直接后果就是贾府最美丽、最有个性的丫鬟晴雯的惨死。晴雯长得最像林黛玉，所谓情为黛影，她性格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但也因此得罪了太多小人。在这次清洗中，王夫人就因为晴雯长得太漂亮，打扮太妖娆，一口咬定她是狐狸精，把病得连床都下不了的晴雯硬生生拖了出去，赶回她那个破烂不堪的表哥家。宝玉偷偷去看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昔日在大观园里娇生惯养、撕扇子取乐的晴雯，此刻躺在冰冷的炉席上，向宝玉讨一口水喝。碗里的水是红的脏的，但晴雯可急了，一口气就喝了下去。临死前，晴雯把自己的长指甲咬断，连同贴身的小袄交换给了宝玉。她哭着说：“我只当这一辈子，不想又到这一场，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她后悔了，她后悔自己虽然当了个狐狸精的虚名，却并没有真的和宝玉发生什么。这是对封建贞操观最讽刺的回击。晴雯死后，宝玉悲痛欲绝，写下那篇著名的《芙蓉女儿》，剜他字字泣血，控诉这个世界的不公。他在祭奠晴雯，其实也是在预演林黛玉的死亡，因为晴雯就是黛玉的影子。晴雯的死预示着黛玉的结局，也预示着所有在大观园里特立独行的美好生命都将被这个体制无情的绞杀。在大观园风雨飘摇的同时，贾府的实际控制权和经济状况也在发生巨变。当家主母王熙凤病倒了，她操劳过度，加上流产，身体彻底垮了。这个曾经威风八面、杀伐决断的女人，现在连床都起不来。王熙凤的倒下意味着贾府的管理系统彻底瘫痪了。虽然探春、李纨和宝钗三人临时组成管理小组，试图进行改革，比如把大观园承包给婆子们管理，增加收入，但这对于贾府这个巨大的烂摊子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与此同时，外部的政治危机也在逼近。江南甄家贾府的老亲家，也是书中的影子家族，被抄家了，这就像一声丧钟，敲在贾府所有人的心上。甄家被抄，贾家还会远吗？在这个阶段，男主角贾宝玉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恐惧。他看着身边的姐姐妹妹一个个离去，迎春被嫁给了中山狼孙绍祖，受尽折磨；宝钗搬走了，晴雯惨死了。他曾经以为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快乐时光，正在一点点消逝。更糟糕的是，他的护身符那块通灵宝玉开始出现异样，
在高鹗续写的后40回里，通灵宝玉甚至一度丢失了。玉的丢失象征着贾宝玉灵性的丧失，他开始变得痴傻，魂不守舍。那个即使挨打也要说我就说给奇官蒋玉菡也没什么要紧的叛逆少年，那个要把花埋在土里的多情公子好像正在慢慢死去。而贾府的长辈们面对宝玉的疯癫，想出的办法竟然是冲喜。他们认为给宝玉娶一房媳妇，邪气自然就散了，病自然就好了。娶谁呢？在贾母和王夫人心里，人选早就定了，当然是识大体、有金锁、身体健康的薛宝钗。但是怎么跟宝玉说，宝玉心里只有林妹妹。于是一个恶毒的计谋调包计就在王熙凤和长辈们的策划下悄然成型了。听到这里，我们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大观园已经不再是乐土，它变成了充满猜忌和眼泪的伤心地。探春的一巴掌打不醒沉睡的家族，宝玉的祭文唤不回死去的晴雯，而针对宝玉和黛玉这对恋人的巨大阴谋已经张开了罗网。第6部分，故事终于来到了那个让人窒息的节点。贾宝玉丢了玉，神志不清。贾府上下决定给他娶亲冲喜，贾母和王夫人拍板定下了薛宝钗，但所有人都知道宝玉的心在黛玉身上。如果直接告诉他娶的是宝钗，他能当场死过去。于是王熙凤献出了那条著名的毒计调包计，骗宝玉说娶的是林妹妹，骗黛玉说宝玉要娶宝钗了。这一招两头骗，要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不仅仅是一个谎言，这是一场集体的伦理谋杀。所有爱宝玉的长辈都在以爱的名义联手摧毁他的精神世界，所有疼黛玉的亲人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推手。消息像风一样传到了潇湘馆，此时的林黛玉已经病入膏肓。听到宝玉要娶宝钗的消息，她没有大哭大闹，反而出奇的平静。她去了一趟怡红院，那是她和宝玉谈情说爱的地方。两个人此时都已神志恍惚，面对面坐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傻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书里叫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回到潇湘馆，黛玉做了一件决绝的事，她让丫鬟紫鹃把她的诗稿拿来，又把当年宝玉送她的2块旧手帕拿来。这诗稿是她一生的心血，这手帕是她爱情的信物，她要把它们全部烧掉，那是怎样惨烈的一幕。火盆里的火苗窜上来，吞噬着那些写满心事的纸张。黛玉一边咳血一边烧，紫鹃哭着抢都抢不下来。至本节来还节去，既然这世间留不住这份情，既然这具身体已经换完了眼泪，那就把这一切痕迹都带走吧。焚稿断痴情，林黛玉烧的哪里是纸，是她在这个肮脏世界上的最后一丝牵挂。这是《红楼梦》在艺术手法上最登峰造极的一回双线并行，对比描写。这边的怡红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傻乎乎的贾宝玉穿着红袍，以为揭开盖头就能看见他心爱的林妹妹。那边的潇湘馆，冷月凄风，烛影摇曳。林黛玉躺在床上，只有紫鹃一个人守着，气若游丝。2个场景交替切换，像电影蒙太奇一样。
冲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脏。就在宝玉满怀期待地揭开新娘盖头，发现是薛宝钗的那一瞬间，他惊恐地喊道：“林妹妹呢？我要林妹妹！”与此同时，在潇湘馆，林黛玉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出了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宝玉，宝玉，你好。”后半句是什么？书里没写，是好狠，是保重，还是千言万语化作了一声叹息？曹雪芹留白了，但这留白比写出来的任何话都痛。林黛玉死了，就在宝玉成亲的鼓乐声中，她干干净净地走了，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亲人的哭泣，只有窗外那千百竿翠竹在风中呜咽。那一夜，神瑛侍者在人间成亲，绛珠仙草在人间魂断，牧师前盟彻底终结。黛玉的死带走了大观园的灵气，而接下来发生的贾府抄家则彻底摧毁了贾府的骨架。朝廷的罪名下来了，结党营私，包揽诉讼，纵奴行凶。宁国府首先被查封，荣国府也被牵连。锦衣军冲进贾府，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昂的主子们，此刻一个个像受惊的鹌鹑。贾赦、贾珍被带上枷锁，流放，家产被查抄一空。那个曾经说以后哪怕去讨饭也要大家一起讨的玩笑话，竟然一语成谶。在这场浩劫中，我们看到了一幅众生相，那些趋炎附势的亲戚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贾家。只有那个乡下老太太刘姥姥听说了贾家的变故，千里迢迢赶来，要在废墟中寻找当年对她有一饭之恩的王熙凤。抄家之后，就是大观园女儿们的流散。贾元春死在了宫里，死因不明，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贾迎春被丈夫孙绍祖虐待致死，真的是金龟花柳枝，一载赴黄粱。贾探春远嫁番邦和亲，临走时站在船头回望故土，正如她的判词分骨肉，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贾惜春看透了这一切，剪掉头发出家当了尼姑，哪怕从此青灯古佛，也不愿再染红尘。王熙凤那个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女人，在抄家后病情加重，最后凄凉死去。据说她的尸体甚至被草席裹着拖走，死后还要靠刘姥姥来救济她的女儿乔姐。这就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些曾经像花一样娇艳，像玉一样珍贵的女子，有的死了，有的散了，有的疯了，有的出了家。大观园那个人间仙境，最终变成了一片荒烟蔓草。旅程至此，我们见证了女娲补天的神话，走过了大观园的青春盛宴，也目睹了千红一哭的惨烈凋零。黛玉死后，宝玉大病一场。醒来后，他虽然接受了薛宝钗，但那个曾经爱红的怡红公子好像丢了魂。此时的宝玉看似人在红尘，心已经飘远了。他不再爱惜花粉胭脂，不再和丫鬟们嬉笑打闹，他开始读庄子，读佛经。在高鹗续写的后40回里，宝玉和侄子贾兰去考科举，双双中举。这不是妥协，这是一场告别仪式。考中了，把功名留给家人，而他自己则要斩断这最后的尘缘。考试结束的那天，贾宝玉失踪了。他看透了，这荣华富贵是假的，这金玉良缘是假的，
连这悲欢离合也是假的。既然都是假的，不如归去。故事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毗陵邑的渡口，大雪纷飞。贾政看见岸边一个红衣人倒身下拜，正是宝玉。一僧一道夹住他，他唱道：夙缘已毕，还不快走。三人飘然而去，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听众朋友们，到这里《红楼梦》的故事就讲完了。曹雪芹用千万字其实只写了2个字：空与情。由空入梦，由情悟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所有美好的东西终将逝去。正因为知道结局是白茫茫一片，我们才更要珍惜现在的每一次相遇，每一朵花开，每一滴眼泪。正如书中所云，说到心酸处，荒唐欲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愿我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既能看透世事的无常，又能深情地活在当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好梦。